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在2025年，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一组引人关注的数据：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，也就是高才通计划首批到期的 1.36 万申请人中，近半数竟未提交续签申请。这一现象不禁引发众人思考，这究竟是人才的逃离，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才筛选呢？高才通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22年12月起正式实施的一项入境政策，旨在吸引全球高端人才赴港发展。与优才计划和专才计划不同，高才以门槛清晰、审批高效为显著特点，主要瞄准高收入人群和世界顶尖大学毕业生。符合条件者无需提前在香港找到工作，便可先获得居留资格，赴港后能自由就业或创业。该计划具体分为 A、B、C 三类申请通道。A 类对学历没有限制，但要求申请人年薪达到250万港元以上。B 类针对有工作经验的名校毕业生，需要同时具备100强名校本科学历以及5年内有3年工作经验。C 类则面向刚毕业的名校毕业生，仅需拥有100强名校本科学历，工作经验少于3年也可申请，但每年仅有1万个配额。自2022年10月在港府施政报告中被提出后，截至2025年7月，该计划累计获批超11万宗。然而3年后，2025年，港府在香港输入人才计划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却令人意外。首批 1.36 万到期的高才中，近半数未提交续签申请，且未申请者以 C 类和 B 类为主， A 类未申请率仅为 23%。港府将此现象归结为从广纳到精准留才的正常筛选结果。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最终选择留在了香港呢？从港府披露的数据可以看出，高收入的 A 类人才续签申请率高达 77%， 而刚毕业的 C 类人才续签申请率仅为 40%。 留下来的人里，月薪中位数为4万港元，其中 1% 的人月收入超过30万港元。他们还平均带着 1.7 个孩子来港扎根，每年为香港注入340亿港元的 GDP。 这场续签分化并不能简单的看作人才流失，而是香港从抢人才到筛选人才的战略转变。那些离开的人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与香港相适配的发展方式。很多人看到近半数放弃续签这一消息，便认为高才通计划失灵了。但深入研究港府的细分数据后，会发现这更像是一场精准分流，不同类别的高才留任意愿有着天壤之别。首先来看高收入的 A 类人群。A 类人才是高才通计划中最为稳定的一群人，他们年收入在250万港元以上，续签申请率高达 77%， 获批率更是达到了 96%。 这类人群中不少是内地企业主或金融高管，他们来到香港后，有的选择创业自雇，例如开设科技咨询公司，在观塘租赁实体办公室，雇佣2名本地员工，年营收超150万港元；有的则入职投行、私募等金融机构，月薪轻松突破10万港元。对于他们而言，香港高昂的房租、昂贵的生活成本和国际学校的教育支出都只不过是小成本，因为他们的年薪不仅能够覆盖全家开支，还能让他们享受到跨境金融、子女国际教育等诸多红利。对于一些在内地已经取得事业成功的企业家来说，将公司部分业务迁至香港后，不仅可以享受低税率政策，还能直接对接东南亚客户。在续签时，他们只需提交业务合同加完税证明加办公地址等材料，通常3周即可获批。对这类人而言，香港并非简单的生存之地，而是一个绝佳的扩业平台。再看 B 类申请者，他们都是毕业于名校且拥有3年工作经验的职场中坚力量，但在续签时，他们中有 50% 成为了摇摆派。他们面临的问题并非没钱，而是在香港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。比如内地互联网大厂的资深从业人员，这类人群来到香港后，普遍发现香港互联网行业规模较小，岗位大多集中在金融科技领域，自己熟悉的社交产品赛道几乎没有发展机会，无奈之下只能转行做保险。但佣金制的收入并不稳定，提交续签申请时就很有可能会因无法证明稳定收入而被拒。不过也有适配成功的案例，比如内地的 IT 精英来到香港后，可以选择入职科技园，获得高薪，还能携带妻子一同来港。如果妻子也能在当地的教育等行业找到工作，在续签时凭借雇佣合同加强基金记录加租房合同等材料，便可轻松获批。 B 类人才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内地经验与香港产业需求的匹配度。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，除
除了金融、创科等少数产业能够成功对接外，其他行业的 B 类人才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。最后看看 C 类高才持有者，他们是刚毕业的名校应届生，也是高才流失的重灾区。他们虽然拥有百强本科毕业学历，但工作经验不足3年，续签申请率仅为 40%。很多人在申请时抱着先拿到身份再说的心态，根本没有规划过在香港的发展。这些内地名校毕业生来到香港后，发现由于缺乏工作经验，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岗位，很多只能转行从事一些初级岗位的工作，月薪很难超过3万港币，扣除每月8000港元的房租和日常开支后，几乎所剩无几，性价比还不如待在内地考个编制。港府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。C 类申请人中，近 30% 是跟风申请，他们没有提前了解香港的行业机会，到期后要么找不到工作，要么觉得在香港的性价比不如内地。香港立法会议员上海龙就直言 C 类门槛较低，导致不少人产生羊群心理，放弃续签是自然筛选的结果。从2022年开始引进高才，到2025年第一个周期，港府的政策也从宽松逐渐收紧。2025年高才通新规的出台，堵死了很多浑水摸鱼的路，其中最关键的是2纸2单要求，续签时必须提供香港住址证明、租房合同、水电单和公司办公地址证明，还要提交薪俸税除以利得税税单，加强基金记录。以往有人通过挂靠公司来续签，但现在入境处会实地核查办公场地，甚至打电话给雇主确认岗位的真实性。2025年2季度就有 15% 的拒签案例是因为虚假雇佣。A 类申请人面临的压力更为具体，如果以公司利润申请续签，必须1整年持续持股大于等于 50%， 临时转股、新注册空壳公司等行为都无法通过审核。港府的逻辑十分明确，要留下的是能够持续为香港做出贡献的人才，而不是拿到身份就走的过客。说到底，香港真正缺乏的是3类人，其他行业的机会少之又少。从高才续签数据可以看出，香港的产业结构就决定了不可能做到全行业欢迎高才，其中 23% 的高才进入商业贸易领域， 19% 进入金融领域， 17% 进入创科领域。这3大领域吸纳了近 60% 的高才，剩下的人要么涌入保险行业，约占 11%， 要么转向其他低门槛行业。如果你是内地的教培地产从业者，来到香港后几乎很难找到对口岗位。虽然在香港月薪4万港元是中位数，但实际上这样的收入在香港很难维持与内地中产同等水平的生活。很多人在来香港之前都算错了账，以为月薪4万港元能够过得滋润，然而来到香港后才发现，香港的物价与内地截然不同。尖沙咀一份工作餐要70港元，一杯奶茶30港元，15平米的单间月租高达 1.2 万港元，一家3口在港岛租一套40平米的2居室，月租需要3万港元。如果月薪只有4万港元，扣除房租后仅剩下1万港元，再加上水电费用、孩子的托费等开支，几乎没有存钱的可能。这对于拖家带口的中产家庭来说尤为不友好。如果夫妻2人带着孩子一同来港，而妻子无法在香港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孩子又要在香港上国际学校，那么每月在房租、学费和日常生活开销之后，肯定会入不敷出。如果想要维持与内地相同的生活水平，如居住大户型公寓、孩子就读公立名校、全家假期旅行等，在香港月薪至少要达到8万港元。然而很多岗位即便达到薪资天花板，也难以达到这个数字。对于近半数高才放弃续签这一现象，港府认为这是计划内的筛选，因为留下来的高才正在为香港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量，而那些离开的人原本就不是港府想要的目标人才。对于香港而言，高才通计划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。数据显示，高才每年为香港直接注入340亿港元的经济贡献，占本地 GDP 的 1.2%。这些经济贡献一方面来自高收入人群的消费，月薪8万港元的人会去尖沙咀购买奢侈品，前往米其林餐厅就餐，从而带动零售和餐饮行业的发展。另一方面则来自税收，年薪100万的高才每年要缴纳10几万港元的薪俸税，还有创业公司缴纳的利得税，这些都是香港重要的财政活水。港府追求的并非人才数量，而是能够创造税收，带动就业的人才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留下的 54% 的高才比放弃续签的 46% 更具价值。此外，香港最为头疼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正被高才通计划悄然缓解。
首批续签高才中，53%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，正处于劳动黄金期。近半数人携带配偶和孩子来港，平均每户有 1.7 个子女。这些孩子中，23%在香港的国际学校就读，36%选择了政府资助的学校。这不仅填补了杀校潮导致的生源缺口，还为香港未来的劳动人口储备了力量。港府之所以对近半数高才放弃续签这一现象表现得淡定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横向对比来看，香港的续签率并不算低。例如，英国的 Graduate Visa 针对全球前50名校毕业生，续签率仅为 46%， 而香港高才通计划的续签率达到了 54%， 且香港还面临着高成本和产业限制等诸多因素。劳工局局长孙玉菡直言，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，人才觉得不合适就离开，这很正常。港府早已明确，与其强行留住不想留的人，不如通过续签筛选出真正想扎根香港的人。毕竟，人才计划的成功与否，并非取决于是否所有人都留下，而是对的人是否留下。首批高才的续签分化现象，实际上为后来者敲响了警钟。香港高才通计划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拿身份的捷径，而是一场精准匹配游戏。香港并非适合所有人，即便你是名校毕业生，香港毕竟是香港，名副其实的富人天堂，它给了富人最宽松的土壤。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并没有多少额外的红利。一个普通移民感受最深的，恐怕是这座城市高校背后的疏离。好了，关于这个话题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